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丽。最近有件事，我相信很多关注时政和社会新闻的朋友都说到了，就是发生在7月底航太拒载22名中国乘客事件。这事我觉得特别值得拿出来好好的聊聊，因为它在短短几天之内经历了剧烈的舆论反转，而且它像一根针一样扎破了很多我们平时不愿意去直视的表皮，露出了底下很多东西，关于规则，关于尊严，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海外的形象到底是怎么被塑造的，又是怎么被损害的。今天这期内容我不会照着新闻通稿给你念一遍，没意思。我想做的是要把我对这件事背后那几层逻辑的思考一层一层的剥开给你看。这不仅仅是20几个人的闹剧，它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的是饭圈灰产、国际规则、种族歧视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之间那种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先把时间拨回7月29号那天深夜，曼谷苏纳万普机场一开始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网络上炸开锅的消息，说泰国国际航空一个航班把22名中国乘客给赶下来了，行李都给扔了出来。最初的版本是只有3个人可能情绪激动做了点出格的事，但另外10几个人是老老实实排队的普通游客，结果被航空公司不分青红皂白搞了个连坐，全给拒载了。你想想，这个版本一出来，是个中国人心里都得憋屈，觉得我们同胞在外面被人欺负了，被拉偏架了，那种愤怒是很自然的，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同胞之情。但是当完整的现场监控视频还有这22个人具体身份被一点点扒出来之后，整个事件的风向瞬间就变了。哪里是什么普通游客，这些人全是同一个流量艺人的所谓私生饭和专门靠拍明星照片视频卖钱的职业代拍。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通过黄牛，甚至不排除是航空公司内部有人被买通，非法搞到了这个艺人的身份证号、航班号、座位信息，然后他们大量购入同一个航班的机票，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坐飞机出行，就是为了在机场的 VIP 休息室，在当机桥廊，甚至是在飞机客舱里面对那个艺人进行围追截堵，拍下所谓的独家素材。事发当时，他们强闯贵宾室通道，在登机口根本不理会工作人员的核念指令，一群人冲破警戒线，泰国那边的工作人员和安保都上去拦了，没用，他们就硬生生的往桥廊里挤，往舱门里冲。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工作人员，你面对这样一群情绪亢奋、完全不听指挥，不知道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举动的人，你心里怕不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没素质、不文明了，这直接触碰到了国际民航安保最核心的那条红线。机场的隔离区、廊桥、航空器，这些地方一旦被无序闯入，那就是最高等级的安全威胁，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零容忍。结果呢，泰航很硬，依据泰国今年刚生效的民航安全规定，以存在安全隐患和严重扰乱秩序为由，把这22个人全部从廊桥清退，强行拒载，他们的行李被卸下来，人也被带走。最后他们只好自己掏腰包，花高价买了别的机票回国。按说事情到了这一步，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你在别人的地盘上公然践踏所有人的安全底线，被惩罚是活该。事情如果就结束在这里，那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巨婴出国碰壁的教育案例。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细节，一个让整件事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的细节。现场有泰国的安保人员在驱离中国乘客的时候，公然对他们做出了拉眼角这个动作。经常出国的朋友，关注国际文化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动作在西方语境里是被明确用来歧视东亚人、羞辱我们种族特征的一个标志性侮辱手势。这就把一锅原本可能只是饭圈丑闻的水彻底搅浑了。泰方的处理方式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一方面
他们用极其严厉甚至粗暴的手段整治了违反安全规定的中国公民，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安保人员执行的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行为却轻描淡写。机场方面仅仅是取消了该安保的工作资格，好像是临时工一样，处理一下就完了。而太行官方呢，对于为什么如此粗暴的甩客、强行卸下行李、不出具任何书面的拒载告知书这些程序上的问题，至今一句道歉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都没有，态度极其傲慢。这下子问题就不是我们的人错了能概括得了，而变成了我们的人错了，但是你凭什么用歧视所有人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所以我们得把这件事拆成2个完全独立的战场来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一方有错就否定另一方受到的伤害。第一个战场是航空安全与公共秩序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那22个人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方，没有任何值得同情和洗白的空间。不管你追星追得多狂热，不管你觉得自己花了钱就是上帝，在航空安全面前，这些都是零。国际民航对于安保的敏感程度是超乎普通人想象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太多的空难和恐怖袭击，最开始的苗头就是有人混入隔离区，就是有人在机舱里不服从指令。所以当一群人强闯登机口的时候，你指望工作人员耐心的面带微笑的去区分谁是闹事的，谁是被冤枉的，不可能的。在那一瞬间，安全优先级压倒一切。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顾客，而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不可控的安全威胁集体。航太把他们全员拒载，从安全操作手册上讲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人后来被罚款，被列入民航黑名单，都是他们为自己对规则的蔑视付出的应有代价。这块铁板他们踢得一点都不冤。但紧接着第2个战场就是种族尊严的战场。那个安保的拉眼角动作是把一个具体的刑法行为瞬间升级成了一个对整个东亚族群的公开羞辱。这就好比你家有个孩子在外面犯了错，人家警察来抓他，这是法理。但警察抓他的时候，嘴角一直用最脏的话骂你全家，侮辱你的出身，那这个矛盾就变了。犯错的个体需要被惩戒，但这不意味着别人可以借着惩戒的名义来践踏你整个群体的尊严。国泰航空之前出了那个毛毯门事件，大家还记得吧？空乘在后舱嘲笑乘客不会说英语的毛毯。事件曝光后，国泰航空是怎么做的？高层出来鞠躬道歉，涉事空乘直接解雇，并且承诺要在船公司进行文化整改。不管他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至少表面功夫做足了，让人看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你再看看这次太行和曼谷机场的反应，那种骨子里的傲慢和双标几乎不加掩饰。他们想传达的信号似乎是我们惩罚你的人是天经地义，我们的人顺带羞辱一下，你们也别太当真。这种态度才是最让人愤怒的。对于这种歧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人犯错在先就选择沉默，那就等于默认了别人可以随时随地的用种族当武器来攻击我们。所以这个账必须算清楚，追责的声音必须发出来。聊完这2层，我们再往深里挖一挖。为什么这22个人的行为会让无数普通的守规矩的中国游客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和被背叛感？因为他们亲手把抹黑我们的刀子递给了本来就对我们心怀偏见的人。说实话，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形象建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的消费力强，这是事实。很多国家的免税店看到中国游客是开心的，但是在文明礼仪、遵守规则这个维度上，我们是一点一点靠绝大多数人的自觉，慢慢把口碑挣回来的。这个过程很难，但毁掉它可能就是纸段视频的事。你想想，当中国人又在机场闹事了，这样的标题和画面，配上推搡、尖叫、混乱的场景，在 TikTok、在推特上被放大传播时，
看的人，一个普通的外国民众，他不会去仔细分辨谁是私生饭，谁是代拍，谁是上海来的普通3家1口，他只会得到一个笼统的印象，哦，那些中国游客又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了。他甚至可能会把之前所有中国游客积累的良好印象在这一刻全部归零。这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最残酷的现实写照。这22个人的行径本质上是对所有遵纪守法的中国同胞一次极其自私、代价巨大的公开抹黑。那些靠着自己得体言行好不容易在海外赢得一点尊重的普通人，那些会自觉把垃圾丢进垃圾桶，会压低声音说话，会耐心排队的同胞，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就在这一刻被这些猪队友毫不心疼地挥霍掉了。这才是最让人心寒的地方。那我们要追问一句，是什么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机场里失去理智的疯魔？这就不得不提背后那条已经发臭的饭圈灰色产业链。私生饭和代拍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个别粉丝的个人行为了，它是一个分工明确、利益惊人的黑色产业。有专门倒卖明星身份证、航班号、酒店住址的黄牛，他们管这叫敲机子；有专门负责在机场蹲守拍摄的站姐和代拍，他们把拍到的照片、视频卖给那些无法到现场的粉丝，或者卖给营销号赚取流量。甚至我们不排除有航空公司或机场内部人员被收买，里应外合泄露信息，这完完全全是一门非法生意。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事顶多就是粉丝圈内部的事，无伤大雅，但这些年它已经一再踩线，直接威胁到公共安全了。从韩国仁川机场，有粉丝为了在头等舱近距离接触偶像，买了头等舱票，拍完落地后马上集体退票，导致整个航班所有乘客都得下机重新安检，航班延误好几个小时。我们国内也发生过，飞机都快起飞了，有人发疯一样从经济舱冲到头等舱，就为了看偶像一眼，最终被警方带走，再到这次曼谷直接上演集体闯关。这种行为模式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心理基础，就是法不责众。他们觉得我一个人这么干可能会被抓，但我们20几个人一起上，你航空公司能拿我们怎么样？这种在饭圈里被纵容、被默许的扭曲心理，一旦进入像航空安全这种高度敏感、绝对零容忍的领域，那就是拿所有人的命在开玩笑。如果再往前倒，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法不责众这一套能行得通？一个很残酷但不得不承认的原因是，过去在国内很多场合对饭圈的类似乱象处置得太软了。一些机场、一些活动主办方为了息事宁人，怕闹出更大的舆情，往往采取的是劝离、警告，然后大事化小。这种处理方式无形之中给这些人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只要你们闹得够松，只要你们人多，最后为了顾全大局，就会有人让步。这就是典型的巨婴养成环境。你越惯着他，他的阈值就越高，胆子就越大。直到有一天，他带着这种被惯出来的逻辑走出了国门，然后在曼谷的苏万那普机场，太行用冰冷的规则和强硬的驱离给他们上了昂贵的一课。这一课告诉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安全红线面前，你们那种撒泼打滚式的行为逻辑一文不值，你要为你的疯狂买单，而且是付出真金白银记录在案的代价。我们还得再剥离一场去看待这件事里扭曲的价值观。一个人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他把所有的智力、财力、行动力都用在了怎么去跟踪别人，怎么偷拍别人，怎么满足自己那点窥私欲上。这背后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精神资源错配。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当圣人，但当一个社会的很多年轻人，他们追逐的光全部是舞台上打满了粉底、调好了人设的娱乐明星时，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社会对于谁是真正该追的星的定义出了问题。那些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几十年，可能名字都不被大众知道的科学家，那些在边疆、在火场拿命去换我们和平安宁的军人和消防员，
那些在手术台上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跟死神抢人的医生护士，这些人才应该是我们社会精神坐标的基石。当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被资本和算法打造成一个个精致的颜色泡沫所填满，甚至为此不惜践踏法律，不顾廉耻时，我们的相关管理部门就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把那些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的人纳入明恒黑名单，让他们寸步难行，让他们为自己的疯狂付出真实的、影响深远的代价，这才是对这个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一种矫正。聊完这些内在的病灶，我们再把格局打开，看看这是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意味着什么。第一，犯罪和示范行为的跨境化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治理挑战。我们国家网信办搞的清朗行动已经趋势了好几年，重拳打击网络上的饭圈乱象是有成效的，但是你看这些私生代拍，他们已经开始利用跨国航班把业务线拓展到了境外，你的法律再严厉，管辖范围也很难完全覆盖到别国机场里发生的事，这就成了一个漏洞。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我们需要跟周边这些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建立一种执法信息的共享机制，比如推动建立一个共享的违规旅客黑名单，让这些在海外严重扰乱秩序的人在国内也同样受到限制。同时，航空公司内部也要严查内鬼，谁把这些乘客的隐私信息卖出去的，这背后可能涉及的职务犯罪，必须查清楚，从根源上把这个信息贩售的网络给掐断。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未来会有多少类似的闹剧在不同的国际机场上演。第二，这事也折射出领事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国民责任。事情发生后，我相信我们驻泰国的使领馆一定会依据职责，对涉事的这22名同胞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比如确保他们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确保法律程序公正等等。这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公民应有的责任，但是大家心里都得有一杆秤，领事保护它有明确的边界，它绝对不是给那些违法失德、丢人丢到国外去的行为背书的。每一个拿着中国护照走出国门的人，从你踏上别国领土的那一刻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客观上就已经成为了国家形象的一个具体载体。别人不认识你，但他看到了你的护照，看到了你的行为，他形成的对中国人这个整体的印象，可能就是你的一举一动。所以在我们在强烈谴责和追究种族歧视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有一种自省。只要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做到了自重自律，我们才能真正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靠人多或者靠消费力强。国家层面则应该更主动、更娴熟地运用法律和外交手段，去保护我们的国民在海外的整体形象。对于那些系统性的公开的歧视事件，旅游主管部门就应该出面，去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对方给出一个公开、透明、有诚意的处理结果。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绝不纵容同胞的违规，但也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种族侮辱。这是一种双线的、有底气的保护。第三，平台算法，它是整个灰色背后那个隐性的，但却最有力的推手。私生饭和代拍们，他们冒着被抓、被骂、被鄙视的风险，去拍那些模糊的、晃动的视频和照片，他们图什么？是单纯的爱吗？别天真了，绝大多数人图的就是一个字：钱。这些独家内容在微博、在抖音、在小红书上能换来巨大的流量，而流量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变成真金白银。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平台的算法，它是以内容热度为最高导向，它默认甚至通过推荐机制去放大这些充满窥视欲、充满着混乱和冲突的机场围堵视频，那会是什么后果？每一次的点击，每一次的转发，都在无形中给那些拍摄者进行了一次金钱奖励。平台的默许等于是变现给这条黑色产业链注资，所以光做前端的拍摄者是远远不够的。监督部门应该把主体责任死死地压在平台身上，
明确要求，凡是涉及侵犯公民隐私，在公共场合围堵他人、扰乱公共秩序的所谓追星内容，必须坚决下架，并且对那些靠发布类似内容获取流量的营销号、职业代拍号进行封号处理，必须把变现这个口子给彻底堵上。没有了利益驱动，这种疯狂的行为才会从根本上降温。不然打掉一个代拍，算法一开，又会滋生出10个新的。最后我想说说关于中国游客这个标签本身，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这道理我们都懂，但一锅汤的名声不能总被那几颗老鼠屎给定义。除了我们每个游客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之外，我觉得我们的旅游管理部门民航局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制度上的探索，比如探索建立一种文明旅游信用分，把在境内外机场航班上的严重违规记录跟个人的征信提示做一个适度的合理的挂钩，不需要小题大做，但对于那些被列入民航黑名单、被境外执法机构处理过的人，应该有相应的约束，让不守规矩的成本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同时，对于那些我们集体遭遇的歧视个案，我们的主管机构也应该站出去交涉，并且要求对方公开处理结果。这样做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们在努力清理门户，我们对自己的问题绝不含糊，但同时，我们也对任何污名化我们整个族群的企图保持零容忍的态度。这两手都得硬，缺一不可。好了，绕了这么大一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曼谷机场的那个深夜发生的这起拒载事件，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八卦，它是一次贩圈毒瘤在海外钻上铁板的鲜活教材，也是一面照出了歧视、形象、规则、利益等等多重博弈的镜子。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几件事：航空安全的底线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碰不得，个人的失范行为最终会由整个群体来背负形象的代价。种族歧视的毒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决拔除，不能有任何将功补过的妥协空间。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我们每一个人守住规则的底线，维护自己的尊严，并在此基础上一点一点的去重塑和擦亮我们在海外的那个共同的名字。这3件事没有一件是能慢下来的。